最近，一股熟悉的热情再次在 Pi Network 的社群中蔓延开来。无论是在 Telegram 频道里，还是推特 X 上，甚至在各大派先锋的朋友圈、短视频中，甚至交易所 HTX 前身火币连续1个月的神秘图像频繁亮相，仿佛在用各种视觉暗示向我们传达着某种信号。画面中火箭升空，星光璀璨，钻石闪耀，再配上那句让人血脉喷张的宣传语 Pi 2 Day 即将到来。这氛围实在太燃了，让人仿佛身处 Web 3浪潮之巅，只需坚定信念就能参与到一次可能改变未来的伟大实验。那一刻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如果错过了 Pi， 或许就错过了去中心化的未来。但等热血稍微冷却，理性思维重新掌控大脑，我们必须回到那个老问题上来。口号背后，现实是什么？ Pi Network 现在真的走到哪一步了？ Pi Network 开放网络已稳定运行，突破100天。这不仅是一次技术里程碑的达成，更是全球超过1400万名先锋用户携手见证的一次生态跃迁。在这100多个昼夜里，我们共同穿越了技术升级的风口、生态建设的深水区，以及去中心化信仰的共识试炼。而现在，一个全新的转折点来临，主网迁移的第9项清单考核即将全面展开。这不仅仅是对系统安全性的再一次校验，更是每一位先锋能否真正跨入主网成熟时代的关口。主网迁移迈入快车道，技术变革铸就新引擎，主网架构的升级优化是生态稳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。在过去几个月，派核心技术团队对主网迁移机制进行了系统性重构，特别是在多链并发和验证节点协同机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。据团队成员在最近的开发者闭门会议中透露，双链同步架构已经完成了128轮压力测试，稳定性提升至 99.97%。 这项技术提升的背后，是工程团队日夜不懈的迭代调试和对极限性能的持续打磨。这意味着单笔资产迁移的确认时间从最初的 3.8 分钟缩短至惊人的52秒，系统每小时可处理迁移请求高达6500笔，突破了此前的负载上限。已完成9率节点的迁移成功率升至 98.2%， 大幅度降低了失败重试的概率。这不仅是一次技术升级，更象征着整个生态系统正朝着更高效、更安全、更去中心化的方向迈进。清单第9项全面启动，3大黄金法则决定命运。在6月这个关键的时间窗口，所有尚处于8绿9黄状态的先锋用户将迎来决定命运的第9清单大考。尼古拉斯在社区空间中多次强调，清单9不是形式，它是生态真正从试验场走向成熟网络的分水岭。为了成功达成9绿状态，先锋们需要遵循以下3大黄金法则。1、确保前置考核 100% 通关，这是进入下一阶段的硬门槛，也是系统校验用户活跃度、账户安全性与身份唯一性的根本标准。任何未完成的前置任务都会直接影响清单9的激活。2、补充考核务必完整达标。在本轮升级中，系统引入了更严密的资产保护机制，包括助记词多重验证，要求用户至少通过3种方式中的任意2种完成验证，冷钱包录入、生物识别交叉确认，加密通信与身份双认证，必须完成邮件加密、通信测试和视频实名认证，缺一不可。任何一项未完成，系统将自动锁定迁移权限，直到用户补交验证材料并通过审核。3、主动监控清单状态变化。从等待迁移到已迁移，这之间代表的不仅是账户状态的转变，更是你是否获得通向主网正式版图通行证的象征。建议先锋们每日登录账户查看迁移状态，并设置提醒通知。也可以通过互助学习群获取节点更新动态，协同前行。助记词守护站，资产安全的生命线。在区块链的世界里，助记词就是数字资产的主钥匙。任何形式的遗忘、泄露、损坏
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。为了保障资产的绝对安全，建议采用3重保险策略，使用硬件钱包进行本地离线加密存储，在可信的加密云端进行第2层备份，注意加密保护，将纸质备份放入物理暗格进行冷存储。请记住，遗失助记词带来的后果不仅是迁移失败，更可能意味着全部资产永久被冻结。这是主网生态对去中心化资产管理能力的最终拷问。警惕 RFA 红线清单3隐藏陷阱。近期有部分先锋在清单3状态上遇到黄色警示，原因就在于双因素认证 RFA 未完成。很多人忽略了这一步，以为只有清单9才是终点考核，实则不然。特别提醒， RFA 不仅是账户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，更是能否激活清单9的唯一凭证。根据技术团队统计，请各位先锋务必尽快完成 RFA 绑定，包括手机号验证、邮箱加密验证同步配置。主网冲刺路线图已明确，决战时刻已来临。目前 Pi 主网迁移已经进入加速冲刺阶段。根据最新官方技术蓝图， Q3 目标完成 30% 的节点迁移，构建首个主网性能基准模型。 Q4 阶段达到 70% 的节点上线率，跨链数据吞吐能力预计将达5万 TPS。 2026年 Q1 搭建完整的去中心化网络架构， TPS 上限预计突破10万，形成首个生态自治经济体模型。这一系列时间节点背后，是技术与用户双向配合下共同推动的成果。主网不是一个人在跑，而是1400万也验证的先锋在奔跑。Pi 2 Day 能否成为拐点，而非又一次仪式感？6月28日即将到来的 Pi 2 Day 被许多社群成员视为潜在的变革时刻。这个节日最初设立是为了纪念 Pi 生态的发展进程，激发全球先锋对未来愿景的热情。今年是否会不一样？是否会看到主网正式全面开放？是否会有真正可用的生态产品落地？是否会终于迎来代币的自由交易？我们不能确定。但如果 Pi 2 Day 再一次成为年年说期许、年年没兑现的节日，那么它所激发的不再是热情，而是一次又一次被透支的信任。我们需要清醒的坚持，而不是盲目的崇拜。最后，我想用一种更冷静、更客观的方式来说说我对 Pi Network 的看法。我不否认它是一场极具潜力的尝试，它选择了一条和主流公链不同的路，以手机挖矿降低门槛，以庞大社群构建共识，以长期愿景驱动生态。这本身就是一次不小的创新。它不是骗局，不是空气币，更不是没有努力。但正因为它凝聚了上千万用户的希望，它就更应该以结果来回应信任。一个健康的区块链项目不仅需要信仰驱动，更需要机制兑现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 Web3 世界里，我们既要保持信念，也要保留清醒。希望 Pi 不负众望，真正走出一条去中心化未来的新路。更希望你我在等待的路上依然清醒，依然坚定，但不再盲目。如果你也是 Pi Network 的长期支持者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最真实的看法。你还在坚持吗？你期待这个6月28日的 Pi 2 Day 会带来什么改变？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转发这个视频，让更多人加入这场关于信任与未来的对话。我们下期再见。